各位新老朋友们，欢迎来到嘉诚养生道收看本期的节目。很多懂养生的老朋友，平时去菜市场买菜，为了几毛钱能跟摊主拉扯半天，但只要一进超市的水果区，看到标着高维 C 进口的奇异果，哪怕10几块钱一个，买起来也是毫不手软。大家都觉得多吃水果肯定对身体好，尤其是奇异果，酸酸甜甜，软糯好嚼，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标配。但您可能不知道，这种大家公认的健康水果，一旦吃错了方法，不仅起不到养生的作用，吃错竟会毁肾，甚至导致血管堵塞。听到这里，您可能会心里一惊，这么吓人，那我以后再也不吃了。先别急着把它扔进垃圾桶。您可能会问，既然有风险，为什么那些顶级富豪的餐桌上反而天天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作为一名常年关注健康领域的观察员，我翻阅了大量资料，发现这背后的玄机在于李嘉诚的私人医生特别指出的一个吃法密码。其实让危险变安全的秘密，并不在于搭配什么名贵的深海鱼油或者天价补品，只要给奇异果搭配燕麦，就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反应。这个厨房里几块钱一斤的不起眼食材，不仅能巧妙化解奇异果的潜在风险，还能顺手帮您清肠道，并且稳血糖。所以正在面临便秘、糖尿病人群一定要看接下来的内容。说到这里，我想先问问屏幕前的各位，您现在的空腹血糖大概是多少？肠胃排便还顺畅吗？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敲出您的真实情况。接下来咱们就来好好扒一扒，这颗被全天下人误解的奇异果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先来说说，为什么好好的奇异果会变成伤害身体的刺客。在很多中老年人的观念里，水果就是天然的营养品，吃得越多越好。可是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台运转了几十年的老机器，很多零件，尤其是负责排毒过滤的肾脏，已经不如年轻时那么强健了。奇异果里面确实含有极高的维生素，但同时它也是营养学里出了名的高钾水果。对于年轻小伙子来说，多吃几个奇异果，多余的钾元素通过肾脏一加班，很快就随着尿液排泄出去了。但对于咱们中老年人，尤其是那些本来肾功能就有些虚弱，或者正在服用某些特定降压药的老朋友来说，这过量的钾，老化的肾脏根本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会怎么样？这些多余的钾就会在血液里越积越多。您可以把它想象成河道里越堆越高的泥沙，泥沙多了，水流就慢了，心脏跳动就会受到影响，血管的压力也会骤然增加，久而久之，不就给血管添堵了吗？这不仅是给肾脏施压，更是给整个心脑血管系统埋雷。不仅如此，从中医的养生角度来看，奇异果的性质非常寒凉。咱们老年人的脾胃本来就怕冷，您直接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剥了皮身吃下肚，就等于大冬天往脆弱的胃里倒了一碗冰水。时间长了，脾胃受寒，原本没有便秘的人可能变得排便困难，原本消化不好的人反酸胀气就会找上门来。所以您看，如果不讲究身体条件和科学吃法，好东西也会变成伤人的利器。这也不行，那也不能吃，难道我们就只能看着这满是营养的奇异果干瞪眼吗？当然不是。真正的健康智慧从来不是一刀切地盲目忌口，而是懂得万物相生相克的综合之道。就像老祖宗炖羊肉要放萝卜，炒螃蟹一定要配姜丝一样。那位顶尖的私人医生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才找出了那个完美的黄金搭档。那么究竟是哪种平民食材能稳稳压制住奇异果的寒气和对身体的负担，还能顺便把肠道打扫得干干净净？文章末尾推荐2种黄金搭配，
但在那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懂这个神奇的搭配原理。我们下一章接着为您揭秘。上一章我们说到，奇异果虽然满是维生素，但如果吃不对，高含量的钾和寒凉的苯性，很容易给咱们中老年人的肾脏和心血管添堵。既然如此，到底怎样才能安心享受这份营养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关键人物李嘉诚的私人医生。大家可能会好奇，作为超级富豪身边的健康守护者，这位医生平时是不是都给老板开些人参、鹿茸，或者咱们连名字都没听过的进口名贵药材？作为一名常年深耕健康领域的观察员，我起初也是这么以为的。但经过深入的调研和资料拆解，我发现事实恰恰相反。这位私人医生的核心健康理念，并非大补，而是4个字：综合智慧。什么叫综合？咱们老祖宗常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任何事物太过了都不好。食物也是一样，没有绝对的毒药，也没有绝对的仙丹，关键在于您怎么去搭配。奇异果性质偏寒，钾元素偏高，直接吃容易伤及脾胃虚弱的中老年人。如果用一种温和的、具有包容性的食物去托底，去缓冲奇异果带来的猛烈冲击，这不就把刺客变成保镖了吗？循着这个思路，私人医生给出了一个让人跌破眼镜的答案。那个能降服奇异果的黄金搭档，不是什么天价保健品，而是咱们去超市经常能看到10几块钱就能买一大包的平民食材燕麦。没错，就是每天早上很多老朋友用来煮粥的那个燕麦。李嘉诚的私人医生特别指出，老年人搭配燕麦就能巧妙地化解奇异果的副作用，甚至还能产生1+1大于2的养生奇效。特别是在清肠道和文血糖这2大难题上表现得尤为出色。对于那些经常便秘或者正受到糖尿病困扰的人群，一定要看懂这个搭配背后的底层逻辑。为什么偏偏是燕麦呢？咱们用大白话来拆解一下这背后的医学巧思。首先，从中医性味上来说，燕麦是温性的，它就像是一件温暖的毛衣。当您把性寒的奇异果和温热的燕麦搭配在一起吃下肚时，燕麦的温和之气刚好中和了奇异果的寒气。这样一来，咱们本来就有些怕冷、怕生硬的老胃肠，就不用再经受冰水浇头的折磨了，胃里暖暖的，营养才能被安稳的吸收。其次，这位私人医生看重的是燕麦强大的包容与缓冲能力。奇异果里的果糖如果吸收得太快，会让血糖像过山车一样飙升，而过量的钾如果不经处理直接进入血液，又会增加肾脏的负担。而燕麦呢，它恰好富含一种极其珍贵的成分，它能像一块巨大的海绵一样，在肠胃里吸水膨胀，把奇异果里的糖分和钾元素温柔地包裹起来。有了这一层海绵的包裹，奇异果里的营养素就不再是横冲直撞地进入血液，而是被燕麦牵着手，排着队，缓慢匀速地释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一向对入口食物极其严苛的富豪们，也会安心享用这种平民搭配的原因。看到这里，咱们不得不感叹这位私人医生的高明之处。真正的顶级的养生，从来不是靠金钱堆砌出来的奢侈品，而是对身体规律的敬畏，是对日常一蔬一饭相生相克的深刻洞察。万物皆可为药，关键在于搭配得当。不过听到这里，可能有些老朋友要着急了。您光说燕麦加奇异果能中和，那它到底是怎么做到清肠道、稳血糖的？我平时买的那种速溶燕麦片行不行？大家别急，这里面的门道还深着呢。接下来我们就把镜头拉近，彻底扒开咱们的身体内部看看，这对黄金搭档吃下肚之后，究竟是如何在我们的肠道和血管里上演大扫除和稳压剂的。下一章咱们接着聊。上一章结尾我们留了一个悬念，
很多老朋友为了图省事，去超市买那种冲水即溶、甜滋滋的速溶麦片，想着拿它来搭配奇异果，是不是也能起到养生效果？作为健康观察员，我必须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千万别买错。那种加了糖精和植脂末的速溶麦片，不仅不能养生，反而会成为健康的催命符。李嘉诚私人医生所推崇的燕麦，是那种纯天然、没有经过深度加工的生燕麦片，或者是燕麦麸皮。只有这种纯粹的燕麦，才能和奇异果完美配合，在咱们的身体里上演一场神奇的大扫除和维稳战。那么，这对黄金搭档吃下肚之后，究竟是怎么清肠道、稳血糖的呢？咱们不讲那些让人头晕的医学术语，今天就用最生活化的大白话，带大家钻进身体里看一看。咱们先来说说清肠道。各位老朋友，请您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咱们家厨房的下水管道，如果用了几十年，管壁上是不是沾满了各种顽固的油污和水垢？水流下去是不是变得特别缓慢，甚至经常堵塞？咱们中老年人的肠道就像这根用了几十年的老管道，因为年纪大了，肠道缺乏动力，很多食物残渣就像污垢一样死死贴在肠壁上，排不出去，这就是便秘的根源。很多人为了通便，去吃一些猛烈的泻药，那就像是用强酸去腐蚀这根老管道，虽然管用一时，但把管道也彻底毁了。而奇异果加燕麦走的是一条极其温和、聪明的路线。奇异果里面含有丰富的果胶，这东西就像是优质的润滑油。可是光有润滑油还不够，污垢还是擦不下来。这时候燕麦就登场了。燕麦吸水之后，会膨胀成一块柔软又充满弹性的海绵刷子。当这把海绵刷子沾满了奇异果的润滑油，顺着咱们的肠道缓缓往下走的时候，它既不会刮伤脆弱的肠道内壁，又能把那些犄角旮旯里的陈年垃圾、毒素全部轻柔地包裹起来，一起带出体外。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吃完这个搭配后，第二天去洗手间会觉得特别顺畅，一点都不痛苦的原因。聊完了肠道，咱们再来看看它是怎么稳血糖的。很多患有糖尿病或者血糖偏高的老朋友，平时最怕的就是吃水果。为什么？因为水果吃进去，里面的糖分就像是一辆失去控制的过山车，瞬间冲进血液里，让您的血糖指标直线飙升。等到胰岛素手忙脚乱的把血糖压下来，这过山车又嗖的一下跌到低谷。这种忽高忽低的剧烈波动，对咱们的血管壁伤害极大。但是当您把奇异果和燕麦混在一起吃的时候，奇迹就发生了。燕麦在这场糖分代谢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减速带。前面我们说过，燕麦在胃肠里会变成浓稠的胶状物。当奇异果里的糖分想要冲进血液时，它必须先穿过燕麦部下的这层层减速带。原本一瞬间就能冲进去的糖分，现在只能被死死拦住，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缓慢地释放到血液中。这样一来，血糖的过山车就变成了一艘平稳行驶的小乌篷船，既保证了身体有足够的能量供应，又不会刺激血糖飙升。这就是连顶尖医生都拍案叫绝的稳糖密码。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对这对厨房里的神仙眷侣有了全新的认识？它不需要您花冤枉钱，只需要您用一点点智慧，就能把普通的食物变成身体的清道夫和稳压器。但是道理咱们都懂了，具体到每一天，咱们到底该怎么吃呢？如果您正被便秘折磨的好几天上不出厕所，或者每天盯着血糖仪担惊受怕，千万别滑走。下一章我将专门针对这两类人群彻底剖析这套吃法应该怎么融入您的日常三餐，帮您找回久违的轻松感。
上一章我们钻进身体内部，看懂了燕麦和奇异果这对黄金搭档是如何在肠道里做大扫除，在血管里当减速带的。听到这里，相信很多老朋友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去厨房试试了。但在那之前，作为您的健康观察员，我想先和2类特定的朋友交交心。因为李嘉诚的私人医生特别指出，这套吃法对于便秘和糖尿病人群来说意义非凡，这部分人群一定要看。咱们先来聊聊被便秘困扰的老朋友。没有经历过便秘的人，永远无法体会那种难以言说的痛苦。每天早上走进卫生间，就像是上刑场，坐在马桶上大汗淋漓，用尽了浑身的力气，结果却是徒劳无功。出了卫生间，肚子里总是觉得胀鼓鼓的，连带着一整天的心情都跟着烦躁。为了能顺畅一次，很多叔叔阿姨开始忌口，肉不敢吃，油不敢沾，顿顿水煮菜。结果呢，肠道里没有了油脂的润滑，不仅排便更加困难，整个人还饿得面黄肌瘦，浑身没劲。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典型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咱们的身体是一台需要精细养护的机器，不是靠饿肚子就能运转好的。这时候奇异果加燕麦的搭配，就像是给您干涸的肠道下了一场及时雨。您不需要去吃那些让肚子翻江倒海的烈性泻药，也不需要委屈自己的胃，您只需要把它当作日常的一餐。燕麦那如同海绵般温和的膳食纤维，混合着奇异果里天然的果胶，会悄无声息地润滑您的肠道，把那些陈年垃圾慢慢的不伤肠壁地带出来。您会发现排便不再是一场战斗，而是身体一次自然轻松的释压。接着咱们再来跟糖尿病或者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聊2句。对于高血糖人群来说，生活里最大的折磨可能就是不敢吃这3个字了。每天盯着血糖仪上的数字提心吊胆，看到别人吃香喝辣，自己只能默默端起一碗清水面。尤其是到了夏天，看着满大街水灵灵的水果，心里馋得要命。但一想到那像过山车一样飙升的血糖，伸出去的手又只能无奈地缩回来。生活里仿佛失去了所有的甜味，只剩下了清苦。其实控制血糖绝不意味着您要彻底告别水果的香甜。李嘉诚的私人医生之所以推崇这个搭配，就是因为他给了高血糖朋友一个安全吃甜的权利。当您把切碎的奇异果拌进温热的燕麦里时，燕麦在胃里形成的那层粘稠的保护膜，就是您最坚实的血糖防线。有了这道防线，奇异果里的糖分被严格管束，只能像涓涓细流一样缓慢而均匀地进入血液。这样一来，您既解了馋，享受到了久违的果香和维 C， 又不用担心餐后血糖突然爆表。这难道不是对咱们备受煎熬的胃口最好的一次抚慰吗？讲到这里，我必须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同时也要给大家打一剂预防针。这套黄金搭档虽然精妙，但它绝对不是什么一吃见效的神仙药。咱们中医养生讲究的是润物细无声，无论您是想要清肠道，还是想要稳血糖，都需要给身体一点时间去适应、去调整。不要期望吃了一顿，第2天所有指标就全正常了。咱们要把它当成一种健康的生活习惯，慢条斯理地融入到1日3餐中去。只有把心态放平，把急躁放下，食物的天然力量才能在您的身体里发挥出最大的功效。那么既然要融入1日3餐，这奇异果和燕麦到底该怎么煮？比例是多少？什么时间吃效果最好？别着急，在文章末尾，也就是咱们的下一章，我将把私人医生力荐的2种黄金搭配掰开揉碎了，手把手的教给您。如果您连1碗面条都不会煮，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这2种做法
简单到闭着眼睛都能学会。我们下一章马上揭晓。经过前面4章的抽丝剥茧，我们彻底明白了奇异果和燕麦这对黄金搭档背后的综合智慧，也弄懂了他们是如何在身体里清肠道稳血糖的。现在激动人心的抄作业时间到了。作为您的健康观察员，我把李嘉诚私人医生力荐的这2种黄金搭配，转化成了我们在家随时都能做出的极简食谱。您不需要有高超的厨艺，只要跟着做，就能轻松享受健康。第一种搭配，晨间清肠温热壶，这第一种吃法，特别适合咱们有便秘困扰，或者早上起来脾胃比较虚寒的老朋友。它的核心精髓在于一个温字。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非常简单，一把纯天然的生燕麦片，大概50克左右，千万别用加了糖精的速溶麦片，以及1颗熟透了的奇异果。首先，我们在小锅里加水烧开，把生燕麦片倒进去，记住一定要用小火慢慢熬煮，大概煮个10分钟。当您看到燕麦片完全吸饱了水分，锅里的汤汁变得非常粘稠拉丝的时候，就可以关火了。这种粘稠的物质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能清扫肠道的海绵刷子。接下来这一步非常关键，千万不要把奇异果直接丢进滚烫的锅里。奇异果里最宝贵的维生素 C 是非常怕烫的，高温一煮就全毁了。我们需要让熬好的燕麦糊在室温下稍微晾一晾，等到它摸起来温温热热不烫嘴，大概40度左右的时候，再把奇异果去皮切成小块，轻轻搅拌进温热的燕麦糊里。这样一碗温热糊吃下肚，燕麦的温润完美包裹了奇异果的寒凉，肠胃觉得暖洋洋的果胶和膳食纤维在您的肠道里强强联手，温和地把陈年垃圾清理出去。坚持每天早上吃1小碗，您去卫生间的时候一定会感受到久违的顺畅。第2种搭配，午后稳糖干拌碎，这第2种吃法是专门为糖尿病人群或者血糖容易波动的老朋友量身定制的。到了下午3、4点钟，很多控糖的老朋友都会觉得肚子有些饿，嘴巴里没有味道，特别想吃点甜的，但又怕血糖像过山车一样飙升。这时候，这道干拌碎就是您的救星。咱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是2勺燕麦麸皮，也就是燕麦外面那一层皮，膳食纤维含量比纯燕麦片还要高，饱腹感极强，外加半颗奇异果。注意，高血糖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量，半颗足矣。做法更是简单到极致。您只需要把这2勺燕麦麸皮放在一个小碗里，加入一点点温开水，把它稍微拌湿润就行，不需要煮。然后把那半颗奇异果切成极小的碎丁，和湿润的燕麦麸皮彻底搅拌均匀。吃的时候，您要像吃坚果一样，在嘴里多嚼几下。燕麦麸皮强大的吸水能力，会在您的胃里立刻筑起一道厚厚的碱束带。奇异果里那一点点解馋的糖分，被死死锁在这道碱束带里，只能极其缓慢地释放进血液。这不仅解了您下午茶的馋，还给身体补充了优质的钾元素和维生素，同时把餐后血糖稳稳地控制在安全线内。便秘、糖尿病人群一定要看懂并用好这2个极简的方法。各位老朋友，今天咱们这一堂从厨房到身体的健康探索之旅就快要画上句号了。简单总结一下，大家公认的健康水果奇异果，单独吃乱吃可能会有风险，但只要搭配上平价的燕麦，就能巧妙中和寒凉与高钾，变成清肠道和稳血糖的得力助手。我们从一开始对健康水果便刺客的恐慌，到如今掌握了私人医生的综合智慧。其实这也是我们在岁月沉淀中学会与身体和解的过程。真正的健康从来不是靠昂贵的补品堆砌出来的，
它就藏在咱们的一日三餐里，藏在顺应自然、懂得搭配的市井智慧中。我们不仅是在变老，我们也在变得对自己的身体更负责、更睿智。如果您觉得今天分享的这个简单方法对你有启发，请给这条视频点个免费的赞，这是对嘉诚养生道最大的鼓励。明天早上您打算先尝试温热壶还是干拌睡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选择，我会一一回复大家，陪着大家一起养成好习惯。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不花冤枉钱却能真正管用的养生大白话，别忘了点击订阅嘉诚养生道，健康这条路。以后我陪您一起走。最后，请您动动手指，把这个视频转发给您身边同样受便秘或血糖困扰的老伴儿、老伙计们。也许您的一次转发就能帮他们解决一个困扰多年的大麻烦。这里是嘉诚养生道，祝您吃得安稳，身体硬朗。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